男人怎么也没想到，就因为在转生时被7位神明塞了一身满级家伙，年仅10岁就成了全人类的天花板。国王抢着给他封官加爵，2位公主也争着要嫁给他当大小老婆，简直是年纪轻轻就走上了人生巅峰。不过正所谓吃人嘴软拿人手短，这次神明找到男主是有一事相求，他们希望男主能利用前世的记忆搞一些娱乐用品出来，毕竟这个世界的日子实在太无聊了。男主听了神明的话后豁然开朗，说不定还能趁这个机会狠狠捞一笔。回去之后，男主在街上偶遇了瘦耳羊，两人算起来也有5年没见过面了。正好妹子的大伯在这边开了间小商店，男主便萌生了进店谈合作的念头。至于要搞什么样的商业项目，男主心里早就盘算好了。只见他在桌上画出了黑白棋的简易草图，老板一看直呼简单又有意思，当场就接下了制作的活。男主掏出1枚金币当样品的制作费，老板差点被吓得原地去世，因为这实在是太多了。男主说多余的部分就当是前期投资了。没一会儿功夫，老板就给男主做好了一个样品。看到成品后，男主非常满意，接着他给老板演示了一遍玩法。老板觉得这东西绝对能爆火，当场建议男主赶紧批量生产。男主也正有此意，于是他让老板在制作时搞2个版本，一个是专供贵族和富商的高端精品，另一个是平民百姓也买得起的普通版。这样一来就能精准收割贵族和平民两头的钱包。可老板听完又犯了愁，因为他压根没有那么多启动资金。不过这个问题也不难解决，男主随手又甩了几枚金币出去，这下足够他先搞个几千个出来。接着他们需要把商品供奉给商业神，然后发誓遵守相关的规定，这样3年内别人就无法山寨这件商品。随后男主让老板准备一套豪华版，他打算拿去献给王室贵族，只要能获得他们的认可，分分钟卖爆。老板听完又差点被当场吓死，但在男主一波接一波的糖衣炮弹之下，老板最终还是接受了这个提议。很快就到了男主的亮相会，这是专门为他晋升男爵而设的宴会。可一进会场，男主就感受到了和善的视线，原来是之前国王封爵时刁难自己的那个老登，这回他还带上了自家的3个智障儿子。不过男主压根没搭理他们，径直走向了自己小老婆希尔克身边。ドレスも似合って綺麗です。どこかのお姫様と見まごうほどです。本当ですか？本当に似合ってます？とっても似合ってます。カイン様。シルク。カイン男爵は10歳で女性の扱いに慣れすぎてやしないか。男主他爹也是彻底服了，自家儿子才10岁就比自己还会撩妹。这时国王也带着公主闪亮登场。国王发表完演讲之后，又把男主叫了过来。结果这花心大萝卜死性不改，当着国王的面还敢疯狂拍公主的马屁，一套又一套的花言巧语把公主聊得晕头转向。テレスティア王女殿下、今日もとてもお美しい。女神が現れたのかと、息をするのも忘れたくらい見とれてしまいました。ガルムよ、どうやったらこんなつけこましに育つのだ。見てみろ、このテレス。女神、神様が私のことを女神と、神様が私のことを、女神と。国王の笑顔もある意味怖い。随后男主话锋一转，双手奉上了豪华版黑白棋。国王虽然挺感兴趣，但显然更在意自己女儿的事，于是便让男主在宴会结束后过来找自己好好聊聊。虽然老爹也为有这么牛的儿子感到骄傲，但他也希望男主能像个普通孩子一样跟同龄人玩。男主仔细一想，自己10岁就封爵又经商，确实是有点太逆天了。这时希尔克找到男主，想跟男主私下聊2句，可还没等花痴的希尔克跟男主腻歪，又有人凑了过来。这不是胖子贵族家的3个智障儿子吗？他以为自己一出场也能让希尔克犯花痴，结果对方只是给了他一个冷淡又不失礼貌的回应。于是2个跟班就把矛头对准了男主，说他就是个低级贵族家的穷小子。面对3人的挑衅，男主觉得不在老婆面前装一波那简直是血亏，于是几个人决定到户外比划比划。然而刚来到户外，希尔克就紧紧抱住男主一顿疯狂撒狗粮，这一幕直接让小胖子气得原地爆炸。他当即就要让2个小弟教训一下男主，毕竟他们好歹有魔法神的加护，只不过平时正能量是藏在这么神奇的地方吗？我的魔力よ！開けつやるよ！よし、魔力がどんどん集まってきたぞ！ここに見せし、闇より見出し輝きを増してあたしの光を燃やしたまえ！大魔法ファイヤーパワー！小波。这时另一个小老弟也不服了，这绝对是打开的方式有问題，于是他直接来了个梅开二度。我的魔力よ！気が強めよ！よし、魔力どんどん集まってきたぞ！ここに見せし、闇より見出し輝きを増して天を地に、地を土に、大魔法ロックワイド！看着这群智障还想梅开3度，希尔克实在看不下去了，他直接挑明男主的身份是男爵。此话一出，3人瞬间傻眼。紧接着希尔克还表示，男主曾经单杀50只半兽人救了自己。3人听完才意识到自己特么就是个纯纯的大冤种。失礼しました。男爵とは知らず数々のご無礼。以後お見知りおきを。はい、失礼しました。希尔克也看出来男主是故意在装逼，于是就拿这件事威胁男主跟自己来一场约会，否则就把这事告诉特蕾斯。恰好这时特蕾斯跑了过来，看到希尔克准备开口，男主赶緊捂住他的嘴。
男主听完赶紧撒开了手，希尔克也炫耀起了男主答应跟他约会的事。特蕾斯瞬间醋坛子打翻，然后用刚才捂嘴这件事反过来威胁男主。看着特蕾斯撒娇的样子，男主只能无奈妥协。可这话又好死不死被特蕾斯他那个国王老爹听到了。どこに行くのだって？もちろんカイン様とデートに行くのですわ。はい。娯楽品のことだけでなく、テレスのことでもじっくり話す必要がありそうだな。男同士。心行くまでな！男主怎么也没想到，自己随手做出来的一副黑白棋，居然会被所有人追捧。国王为了让男主留在自己身边，特意赏了他一栋别墅。结果等男主到了别墅就懵了，这破破烂烂早就荒废了的建筑特么也能叫别墅？随手一抹全是黑乎乎的灰尘。于是男主果断施展清扫魔法，仅仅2秒半，整栋房子就瞬间焕然一新。接着男主又用商业神赋予的能力，没一会儿功夫就给别墅添满了家具。很快老爹安排的女仆和管家也到位了。カイン様。私、新しく執事になりました。コランと申します。换我听到这名字得立马换个管家。很快男主的家人就来到了别墅。男主爹看到别墅时一脸不敢相信，他记得前几年这里早就荒废了，怎么现在跟新盖的一样？参观完所有房间后，老爹给男主提了个建议，觉得男主作为一个贵族，应该在家里摆些艺术品来撑撑场面。于是男主果断把红龙的标本掏了出来。老父亲见状当场就不淡定了，因为红龙可是天灾级的魔物，就算是顶尖冒险者来了都不一定干得过。自家10岁的儿子居然能把它做成标本，不过老爹很快就想通了。但当得知这头红龙竟然价值1000枚白金币时，男主也在心里飞快换算了一下，没想到居然高达110日元。就在这时，突然传来母亲的尖叫，吓得2人以为出了什么大事，跑过来一看，发现母亲正盯着马桶发愣。何あのトイレ水がピューって。何あれ魔力を使って水が出るようにしました。すごいわ。うちにもつけて。ったく、お前たちはトイレくらいで大げさなんだ。ならあなたも試してみたら？よっなんだあれは！しょうがない。サラがそこまで言うならつけてやってもいいんじゃないかな。接着老爹告诉男主，拥有府邸的贵族按照规矩必须办一场亮相会。男主一听头都大了，因为他压根不知道有这回事。不过好在管家提前准备了一些邀请函。男主本来还想邀请国王，可管家说王族只有伯爵以上的家世才能招待，于是男主只好放弃。接着男主想到异世界只有陶制品，于是动手做了个水晶杯。他打算拿这个当晚宴结束后的伴手礼，而招待客人用的酒水和菜品分别是气泡酒和汉堡肉排。女仆浅尝一口，感觉人生已经到达了巅峰，再喝上一口绵密的气泡酒，更是爽得不能自已。就在这时，管家通报国王派了使者过来。男主很快赶到了皇宫，原来是国王因为男主宴会没邀请他而生气了。要知道这栋别墅可是国王赐给他的，更何况他还是男主的未来岳父。不过这也不能全怪男主，因为能邀请国王的只有上流贵族，而男主不过是个刚上任的男爵罢了。好在这时管家有先见之明，在男主出门前就塞了一封邀请函，这才成功帮男主化险为夷。カインよ、テレスティアも連れて行く。楽しみにしておるぞ。シルクも連れて行くからね。国王陛下がいらっしゃるんですか？なぜです？言ってなかったね。第三王女テレスティア殿下は僕の婚約者なんだ。王女様がカイン様の婚約者？转眼亮相会就正式开始了。希尔克和父亲一同出席了这次晚宴。虽然希尔克他爹早有心理准备，但看到红龙标本时还是被狠狠吓了一跳。不过希尔克却开心的不行，毕竟这里以后就是自己家了。这时国王也带着男主的大老婆到了现场，看到国王驾到，贵族们集体懵了。没想到男主的面子这么大，竟然能让国王破例来参加他这个小贵族的宴会。而国王喝下一口气泡酒后，直接爽到原地起飞。吃到汉堡肉排时，更像是征服了全世界。同样，王后也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，那种皮燕子被水枪冲刷的感觉，简直无法用言语形容。他吵着让男主帮忙装个同款马桶，国王听完也立马来了兴趣。あなたも行ってみなさい。きっと驚きますわよ。けしからん、実にけしからん。あんないいものがあるとなぜもっと早く言わん。カインよ、あれをすぐに王城につけるのじゃ。明日だぞ。ぜひ。はい。随后国王又当着所有贵族的面狠狠夸了男主，并让他们好好学习男主的待客之道。这时之前刁难男主的胖老登也来到了现场，他想着自己的爵位比男主高，于是面对前来迎接的男主，张嘴就嘲讽男主的房子小得跟狗窝一样。他这态度让男主非常不爽，于是男主直接拉住管家，故意不让管家告诉胖老登屋里摆着红龙标本。果然刚进门，胖老登就差点被吓尿了。可等他缓过劲来，又不长记性了。他知道男主的身份，只能邀请一些不入流的小贵族，于是又开始嚣张的嘲讽在座的全是垃圾。殊不知男主早把国王藏在了自己身后。看到国王的那一刻，胖老登当场就怂了。被国王训斥了一顿后，胖老登赶紧跪着离开了男主家。这时希尔克也走了过来，他看出男主是故意设局整这胖老登的，不由得感叹自己老公真是个坏男人。ということは私たちを利用したってことかな？そうそう。どうせならこの国最大の圧力ってやつで。この国最大の圧力です。また怒られる。ごめんなさい。
第二天，男主找到士兵团的副团长，因为先前猎杀了不少魔物没地方放，于是他希望对方能提供一个存放的场地。一开始副团长给他安排了一间仓库，但男主表示这里实在太小了，可能连一头地龙都塞不下。副团长一听差点没被吓死，要知道这玩意就算是他们士兵团全员出动，也未必打得过。于是副团长只好让男主先把魔兽放在训练场上，结果等男主把魔兽全部掏出来之后，偌大的广场眨眼的功夫就被塞满了，这让副团长不禁怀疑起男主的身份，不知道他到底是勇者还是神之使徒。男主心里也是一惊，打算随便编个理由糊弄过去，可副团长却一把拉住他，想让他陪士兵团练练。两人刚来到训练场，副团长先给士兵们介绍了一下男主，可听到要跟一个小孩对战，一个士兵当场就不乐意了，他可不想背上欺负小孩的骂名。结果下一秒，男主毫不客气的直接把对方秒了。见识到男主的实力后，这下士兵们也都不客气了，一群人轮番上阵给男主来了波车轮战。就在这时，团长从天而降制止了他们。不知情的团长先是一顿训斥部下不讲武德，居然喝起来欺负一个小孩子，然后抱着男主就开始安慰起来。大丈夫だった？こんな怖い人たちに囲まれて怖かったよね。もう私が来たから平気だよ。迷子でここに来ちゃったんだね。エルフだ。见状，副团长也是无话可说了，他直接把男主的身份告诉了团长。听到男主就是那个单杀50只半兽人的小孩后，团长立刻来了精神，当场就要跟男主比试比试。一开始所有人都以为男主输定了，可两人竟然打得难分难解。当大家又以为两人实力差不多时，男主只是稍微认真了一下，团长就跟不上他的速度了，这也就意味着胜负已定。只见下一秒，男主的木剑就架在了团长的脖子上，而团长被击败后也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。お前に、私はお前と結婚する！男主果断拒绝，毕竟自己才10岁，而且两人的年龄差也太大了。但团长说这种顾虑纯属多余，因为他是永葆青春的精灵族，就算男主长大了，他还是这副年轻的模样。而且团长对自己的颜值相当有自信，可对男主来说问题不止于此，毕竟他早就有婚约在身，要是被国王知道这件事，那他花心大萝卜的称号可是一辈子都摘不掉了。于是男主用求助的眼神看向副团长，结果副团长直接装睡敷衍了过去，男主只好把所有问题甩给国王，两人能不能成婚全看他一句话。于是团长就拉着男主去找国王交涉，而他之所以底气十足，只因他的身份也不一般。其实团长的另一重身份是精灵族的公主。见到国王之后，团长才知道男主早有婚约在身，而且还是一位公主加一位贵族千金。可他只愣了2秒半，就反应过来，只觉得男主是百年难遇的男人，这让他反而更加心动了。私はこのカイン男爵と結婚したい気持ちが激しくなりました。強く、そして強く。なんでそうなるのだ。わかった。お主の気持ちは認めよう。しかし、まずは父上のレイさん殿に手紙を書け。許可がもらえてからの話じゃ。わかりました。それでは陛下、これにて失礼いたします。さあ行こうカイン殿。どこに？闘技場でさらに愛を深め、手紙をしたためるのだ。さあ、これにて失礼いたします。两人走后，国王开始怀疑男主的来头，毕竟他才10岁就能打赢这个国家的战力天花板。副团长也表示自己在问他究竟是勇者还是神之使徒时，男主的表情很不正常。军师表示有个办法可以试他一试，办法就是那本传说中的地级魔法书。第二天，副团长找到了男主，能看出来他已经累到快虚脱了，因为团长拉着他鏖战了1天1夜。不过男主也没吃亏，因此多了个剑圣的称号。男主刚想去休息，就被副团长一把拽住，然后再次被强行拖到了国王面前。看到在场的人都这么齐，男主还以为自己又闯了什么祸，但国王只是把王族代代相传的魔法书递给了他，这是初代国王亲笔撰写的地级魔法书。男主也是激动坏了，因为他之前接触的最高也就是超位魔法，还从没见识过地级的水准。男主看了半天才发现书里的内容是用日文写的，而异世界的人压根看不懂。联想到初代国王的名字，男主这才意识到他也是个转生者。眼看身份实在瞒不住了，男主就坦白自己是带着前世记忆转生到这里的。老父亲听完整个人都傻了，难不成自己头顶一片青青草原？男主连忙让老爹别慌，因为自己在5岁接受洗礼时，神明也是这么说的。这差点把在场所有人直接吓死，同时他们也好奇男主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属性面板。男主只好打开面板让他们开开眼界，除了一堆让人眼红的满级加护之外，还有超级扎眼的神之使徒称号。在他这个称号面前，别说国王了，全世界的人都得向男主下跪。但这种被万人敬仰的日子并不是男主想要的，因为他最大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冒险者，所以他希望大家能帮自己保守这个秘密。国王二话不说直接答应了下来，随后更是做了一个对不起老祖宗的决定。お前がここをやった方がいいんじゃないのか？陛下！見つけたぞ旦那様！陛下、これは父上から届きました。カイン男爵との結婚許可証です。では陛下、急ぎますので失礼。
以下是本集的细节解析。凯恩向商业神申请专利启事，获得3年独家生产权，这是异世界番罕见的知识产权概念植入。商业神加护不只是给凯恩开道具箱，更是为他后续建立商业帝国提供神级法务支持。凯恩与猫耳少女帕尔玛的重逢，他在伯父的杂货店工作这个看似路人的角色，其实是后续剧情中的重要女主之一。动画第4集让她提前登场，是为后续感情线铺路。神明让凯恩用前世记忆创造娱乐，表面理由是这个世界缺乏娱乐，但王解材料皆是深层动机。魔王的封印就快要解开了，神明需要凯恩快速变强，所以故意给他创造乐子的任务，来倒逼他展现实力、积累资源、扩大影响力。神明的委托是整个作品后期魔王讨伐篇的总开关，那座由鬼屋变豪宅的宅邸，后续将成为凯恩的政治总部、商业总部、冒险者工会联络点、家庭教师回归住所的4合1基地。智能马桶等前世物品不只是笑料，更是凯恩异世界现代化的物理载体。那么本期视频解说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